欢迎来到龙傲天的系统空间，请选择你的身份：皇后、一国之母、德妃、书香世家、殷贵妃、镇北侯独女。你确定？确定。祝宿主旅途愉快。殿下，户部来人了，说是来对账的。殿下，上任盐铁司亏空50万两，案例由您承担。你说多少就多少，等殿下看完账再说。想让我补上亏空，有3个条件：一，给我3天查账；二，这3天感动库房者即刻罢官；三，背后之人给了你什么好处？3天后，你再戴着你的乌纱帽来。看这账本还真是累啊。宿主，系统商城有速成的功法。不用，捷径走多了，迟早要还。有意思，进项皆是官盐，价格合规，这是明账。明账越干净，暗账越有鬼。这个盐矿1个月报3次修缮，人还次次不同。有3拨人不想让人进矿，矿里有东西。宿主，这是毒盐矿石，石多致命。前任盐铁使欠账的源头找到了，压下不报是失职，上报是自曝亏空，能处理，只是需要提纯。有别的杂质，但盐精本身纯净，能提纯。你确定这是毒盐？我有办法让它变无毒。干一票大的，你敢不敢？算我一个。我身后那几个兄弟，我去说。天亮之前，我要在西郊这几个地方看到工人。你什么时候做的？在你给动物洗澡的时候。又失败了。接近了，再调一次配比。殿下，这个盐矿老朽见过3处，没一处救回来过。那我就做第1个。你在写什么？再算杂质占比、沸点差、溶解度，这些数字不会骗人。宿主，你在用那个世界的算法？我在算这块矿石能不能活。明天用前朝炼丹残绢里的方子试。那方子所有人都说是无稽之谈，有没有用？试过才知道。这次谁试？咸的，只有咸味。50万两的亏空局解决了。如果碾得更细些，用花粉调进去。调进去做什么？做点比盐更值钱的东西。刚把盐做出来，已经在想下一步了。不想下一步的人，只会在原地打转。拿铜镜来照，像桃花落在雪上。你懂这个？我娘有盒胭脂，颜色差，显面色枯黄。现在这盒对了，那就定这个。柜台降至3尺2，各台墙嵌大铜镜。殿下，柜台过矮，不合常规。常规是给男人定的，我们的客人是女人。门前设免费盐石，留人驻足，一选购脂粉。不苦，这盐是甜的。试试看，带回去，明日涂唇上会很衬你。这口吃颜色真好看。牟利极快，2铺1日营收堪比盐铁司半年所得。桃花口脂配方还需再调。第1天就想着改，今天都卖断货了。今日盈利只是开端。口脂还不够赚钱。口脂引客入门，入内便可观其余货品。跟你做生意，永远猜不到下一步。臣弹劾盐铁使私开盐矿，低价倾销，扰乱盐法，不守祖制。本宫是盐铁使，开矿采矿职权所在。西郊毒盐矿，朝廷早封。那是前任提不出盐，本宫提出来了。往日官盐价高质劣，诸位怎么不弹劾？本宫也备了一本账。雪花盐让官盐销量大增，盐税增收2成。这笔账，诸公会算吗？殿下，在下有疑问。殿下配比的盐确实好，
但会一直好吗？这个问题，明天来执房给你答案。听说你把御史大夫怼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他背后还有人，今天只是试探。殿下，在下方才没有恶意。我知道。明天辰时来盐铁司。他递出去的邀约，至今没人敢不来。宿主，顾怀瑾在找你麻烦。不是，他是来找事做的。你怎么知道？真正想和我的人不会询问我。顾怀瑾此人可用。殿下，顾状元到了。运盐绕行半程，长12里，光运费就占盈利的20%。你的修正案呢？改路线，沿途设中转仓，车队不用往返空跑。还有呢？麻袋装雪花盐，百姓可以接受，但世家不会愿意。盐分3等售卖，麻袋供厨，纸盒供宴，瓷罐礼用。你学过经商？臣没学过经商，是殿下的盐值得。还有呢？殿下凡事独断，盐铁司诸事皆由一人定夺。若殿下不在，全局便会停滞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分层授权，采买定价下放基层，查账权收归殿下。你们从辰时聊到日暮，明日东市盐运改到南门，沿途增设2处中转仓。谁定的？他。你一天便理清我1月账目，不算理清，仓址尚需实地勘察，我明日去查验。我任命你为盐铁司主簿。臣领命。他那张任令没给过其他人，我现在知道了。小姐，何必这么急？做生意不急就会落后于人。明天上柜，定价3两1盒。3两？市面上铅粉才卖1两。铅粉敷久了脸会发青，珍珠粉不会。这就是那个有价无市的珍珠粉。夫人好眼力，这正是我们殿下亲手调的。夫人恕罪，我给您换1盒。不是你的错，算了。夫人留步。珍珠粉异于铅粉，铅粉损毁变气，珍珠粉混有可重塑。殿下，你该给自己留点时间。夫人何意？你事事为人周全，本可随意打发我了事，再定10盒。下次我会带2位夫人来，劳殿下亲自招待。好。照这个趋势，珍珠粉的利润远高于雪花盐。利润不是重点，人脉才是。郎夫人，他今天说会带一个正御史家的媳妇来。正御史就是在朝上弹劾你的那个？是他。不愧是你。这位是赵氏郎夫人，这位是正御史家新过门的媳妇。我特意约他们来看看你的好东西。我就是想看看那个口直。这个颜色淡些，和郑家风气，内敛耐看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家风气？不喜奢靡。正御史弹劾本宫经商争利，却绝口不提脂粉定价，只因他未曾得知我这脂粉寻常百姓也能买得起，并非专供权贵的奢靡之物。那他要是知道我来了这里，还买了你的口直，怕是要在家里念叨我许久了。他不会知道，除非你告诉他。我要2盒，那盒桃粉的也包上。这就是珍珠粉，你这珍珠粉不会也这样吧？铅粉含铅抑制面黑，珍珠粉养肤润肤，可先试用半盒，1月后可退换。半盒也能换？当然，不能换的生意做不长久。我要3盒。这个是做什么的？这是冻伤膏，手冻裂了涂的。我弟弟在北京当兵，前几日来信说手上全是冻疮，筷子都握不住。这个多少钱？给北京士兵不收钱，可托钱将军的军意捎过去，这样能更快送到他们手中，也能让他们早日用上。小姐，珍珠粉销量火爆，库房快撑不住了。撑不住就扩，京城能买得起的人家至少有300户。300户？小姐，咱们现在的产量不够扩，那就卖限量的，每月只供50盒，预约排号，这样反而更抢手。越难买越有人买。之前弹劾殿下最凶的那些人，他们的夫人现在都在排队。这叫什么？后院起火？不对，是后院被咱们收买了。不是收买，是用过珍珠粉的脸不会再回去用铅粉。殿下，关卷这张网已经够密了，下一步该往哪里走？这是什么？石灰石和粘土配比正确的话
烧出来的东西比石板还硬。按这个配比，错了算本宫的。对了，重重有赏。可别是样子货。哦，老朽铺了30年路，石板路、夯土地、碎砖路，没有一条比这个平滑。西郊、码头、军营各修一条，3条路，总长30里，水泥成本比石板路低60%，工期短1半。这东西除了修路还能干什么？路修到哪里，货就通到哪里。殿下的棋盘是整个大燕的路网。是。天色不对，殿下，看这架势，半个时辰内有暴雨。刚铺的路基，暴雨一冲，咱们5天白干了。继续铺，本宫来算排水。路面加高，两边则低，雨水顺势分流。老朽铺了30年路，从来都是平的，殿下是反着来。不是反着来，而是顺着水来。你疯了！站在雨里淋雨。路基如果今晚扛不住，明天就得全部重铺。你看。水走了，真的走了！殿下，你真是连天天下多少雨都算进去了。都记住这一天。路值不值得修，要看它通向哪里。下一条呢？外面。路修到哪里，货就通到哪里。各位不要着急，下一批试用装明天就到。昨天就说今天到，今天又说等明天。不用等明天，一人限买2盒，保证大家都能买到。快看，这纯质乃公主铺中新物，涂在嘴上一整天都保持水润。什么东西啊？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！快给我装1盒，再给我妹妹带1盒。我纯质哪儿去了？这纯纸竟然比口纸卖的还快。因为口纸只是锦上添花，而纯纸是雪中送炭。殿下，臣有要事禀报。什么事？我核查了盐铁资旧档，借权走私旧案羁押2年，涉银30万两以上。30万两，这么大的案子怎么会羁押2年？为什么压着？此案牵涉旧势力，关键账册被抽走，有人刻意压下密而不查。这个案子谁来查都会得罪人，所以臣来找殿下。殿下已经在得罪人的路上走了很远，也不差这一桩。算我一个，那帮人早就该收拾了。压到现在，不过是仗着没人敢动。并非无人敢动，让陆云剑明日来见我。臣去安排。2年37案，牵涉官员20余人，大理寺无力查办。因为牵扯皇亲。因为有人说这案子不该查。谁说的？陆主簿，调近5年所有涉盐铁税单原单。原单分散在17个库房，有些已封存。拆封，本宫给你手令。殿下此法能否教臣有何用意？可以，学费1000两。本宫开玩笑的。臣不是。坐，今天把这堆迷宫拆了。所有原单核对完毕，都在户部左侍郎赵谦名下。赵谦，德妃的娘家。证据够不够？物证确凿，但人证2年前全被调走。找到人证了。人证物证俱在，明天早朝弹劾赵谦。殿下查的不是账，是人心。你看出来了？因为殿下先看出来了。陆云剑的投名状交的比沈时宴还干脆。不是投名状，他本就想查这案子。那你收他学费？不是学费，是确认。他只求有人带他一同查此案。裴兰州，江南裴家。姑娘好眼力，这套茶具十全街只此一套。那你为何不买？我在等老板降价。那你不用等了，我买了。姑娘可知这套茶具码头拿货，市面售价再囤1月必降价30%。你算过运输成本，那中途损耗率呢？姑娘，你绝非单纯买茶具，关心的皆是商贾所思之事。你也不是，驻足许久，是在等能谈价的人。江南裴家，裴兰州，京城燕长宁。听闻殿下半年打通南北商路，我已在江南礼账3月。你的目的？殿下，我想做江南区域的代理，你7我3，你4我6，但铺面、人手、运输皆由你负责，我只供配方与名号。成交。你准备多久了？从殿下的雪花盐第一次卖到苏州的那天起。那天你可没见过我。顾主簿3日前已向裴家地铁，殿下说过，
缺一个江南代理人。他回去该彻夜对账，37分利，你改46。他要的不是37分成，是这条商路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算过我的账，算完发现跟我合作更划算。殿下回来了，娘娘刚服了药，在偏殿歇着。殿下离京不过半月，急召殿下回京，仅为探病。不是探病，是有人趁我不在，动了不该动的心思。陛下口谕，长宁公主即刻进宫，不得延误。朕听闻你在江南，你给了裴兰州江南代理。是。好，裴家在那边根深蒂固，你给他一条路，他能替你管住半壁河山。朕身体不适，朝政暂由你监国摄政。父皇，3位皇子都在京中。你虽远在江南，但你在做实事。朕知道，这满朝文武，只有你敢接。江南设织造局，拨银5万两，准。殿下，公主监国已属破格，再设织造局，恐惹天下非议。规矩不是用来守的，是用来改的。公主改的规矩哪样没带来利益？裴老爷子今天替你挡了礼部尚书的一刀，不是替你，是替裴家。他得让朝堂上所有人都知道裴家站哪一边。制造局动了地方丝绸商的利益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那就让他们试试看。北朔分3路扰边，截粮断盐道，耗我军粮草。殿下，北境粮道运粮需25日，增税江南必起民怨，不加税，难道让将士们饿着肚子守边？都不必争了，粮运缩至15日，本宫亲王。殿下千金之躯，岂轻亲赴前线？监国当解急务，兵护宫3部速调兵马粮草，明日辰时全数集结。公主何来前线？此地非京城安乐乡，北朔骑兵随时来犯。哪些路段被频繁骚扰？北朔骑兵专袭运粮缓行路段，截绝即退，必不正面交锋。驿站改中转仓粮车3班分段交接，免去长途奔波，道路直通北京山口。这样一来，送达时间能缩短近半。后勤才是这场仗真正的胜负手。3天，你破了军师3年困局。这是冻伤膏，北境冬天长，将士们的手别冻坏了，给他们涂上。殿下，你比军师还厉害。殿下，不打仗的时候，我能去京城找你吗？北境玉图，我自己画的，可供修路之用。收下了，这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这小将军还挺可爱的。公主若能骑上去，这匹马便是你的。忘了说，这马认生。萧景恒，下次送礼之前，请把话说全。有人代购殿下的纯纸，1盒3两银子，转手在草原上卖15两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？因为我发现我家的人排着队给别人送银子，所以是来找我谈合作的，是来提醒殿下的。代价呢？殿下需要一个了解北朔贵族的人。那个人是你？那个人是我，但前提是殿下手里有北朔冬天需要的东西。这就是灵昭攥着的空盒子。你还知道灵昭？我还知道殿下给他留了火药配方和这个。为什么找我？因为大燕只有你想到将士们。第一批货走边市，我会派北朔王庭的马队来运。他一个质子能使唤北朔王室，他的信能从北朔王庭到长安，说明他的人脉在北朔。北朔扰边3年，你却将高销往北朔全境，由高到香粉，层层引虚。我与他商路，他赠我北朔全数女客市场。你这仗打的比灵昭的火药还狠。修的时候有人嫌太耗力，路窄则伤人嫌远，路宽了，他们眼里就只有近。殿下当初说路至何处，货通何方。臣想加一句，路修到哪里，人就在哪里。走这个路不颠。殿下，我爹说路要是修到江南，他捐半年俸禄。他以前不是骂你不务正业？上次他去江南，马车陷泥里困了1个时辰，回来便说要大修官道，再不受烂路的苦。你记不记得当时你问的第3个问题？臣说殿下单打独斗，现在呢？殿下可以往前走了。老将人，江南县从这里动工，得调多少匠人？第一批300，给你500。首批500人中有30%是修过水泥道的老人。你调的？臣想修过水泥道的匠人有经验。这个，我记得当时伤了腿。臣去问过他，他说那年修第1条水泥道，刚铺上水泥就碰上一场大雨，殿下带着他们排了1夜的积水，抢修路面。他说，殿下修的路，他愿意再跟一次。
排在第一批。殿下，老汉验过了，这批石料能用。怎么是你验？臣自请的差事，臣得亲手摸过才放心。腿不好，不必事事躬亲。那个小孩多大了？17，臣的徒弟，头一回跟活。记一下，江南县所有年轻匠人，不满18的，日间工时减1个时辰。老的伤了腿，小的别伤了根基。小姐，不满18减工时这事，工部没有先例，今天有了。殿下心中除了这江山，可还装得下旁的？本宫要这天下海岸和亲。那臣陪殿下一起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这些的？殿下坦诚待我时，我便决意终生追随。本宫不会因为任何人停下脚步。臣只是想陪殿下一起。这是顾主仆昨日穿的。谁的？小姐不如问问自己，谁3更天还在门外站岗，半夜送来的？你批碟子批到睡着，我喊不醒。他人呢？盐铁丝卯日点卯，顾主仆已经走了。殿下，你的外袍在公主府书房。臣昨夜看殿下在批奏折，怕打扰殿下，走得匆忙，忘了。公主府凭这个可以出入。殿下给我这个，是让我随时进公主府。是让你下次送信件别在门口站着。臣不了。江南县的将名名册竟要送到工部，别误了时辰。顾主簿，千国公主找您什么事儿啊？工部拨款，核对数目。林将军，你想买什么？这些真比火药好用。给你妹妹带的话，这个合适。给伤兵的，北境封印用得上。火药能伤人，这些能护人。手动坏了就点不着火药了。北境舆图，我重新画的。我收下了。还有这些在北境写的，没寄，怕路上丢了。为什么标着夜马？怕顺序乱了，殿下看不明白。没有丢。小姐，林将军写了什么？他问长安哪家铺子有卖墨，北境军役的墨冻成冰，写信只能凑在火堆边等墨化。还问长安今年冬天下没下雪，就问这些。最后写了长安冬天封印，殿下出门即披风。荣月，明天去订一批防冻墨锭送到北境。是。殿下，北境的冻伤膏已经调了，每个隘口300盒。殿下把路修到哪儿，我就守到哪儿。冻伤膏昨天就装好车了，墨地也在那个车上。知道了。殿下，灵昭那张北境域图，他每下一场雪就重画一遍。怎么？他说雪把路盖住了，不重新画，怕殿下修路的时候认错路。灵昭的图画的是军防，萧景恒的图画的是商路。一条路2份图，你想把这2条路接上？灵昭说路修到哪儿他守到哪儿，萧景恒说商路穿过边市利润翻3倍。你连起来了。北境军报，北朔3路压境，粮道已断3日，灵昭派骑兵送出来的。去把顾怀瑾、陆云剑叫来，还有萧景恒，就说本宫请他过来。殿下深夜亲自登门，不是小事。北朔3路压境，粮道断了3日，领兵的是谁？我的长兄呼延鹤。他在赌什么？他在赌这场雪，赌大燕粮草撑不过这个冬天。青石口的雪什么时候停？殿下要我用北朔的情报网做军事判断。是。据牧民探报，青石口3日后回暖融雪，此3日路况最险，雪融之后，北朔必将增兵。这些信比军报早3个时辰到。多谢。殿下不必谢我。冻伤膏换雪晴是殿下先给的价格。本宫欠你们工钱了。要是靠你那点俸禄，先谈正事。首要的，大雪封住的粮道怎么抢通？裴兰州传信，江南存粮带条4万担，最快12天。太长了，前线等不了12天。水泥路通至青石口南60里，余下30里山路，以干草电轮、骡车1日可通行。3路并行，第一批走水泥路抢时间，沈时宴护送。顾怀京调江南存粮跟进，传信灵昭从北境派骑兵往外打，接应粮车。7日内粮车必须进青石口。殿下，灵昭那边他断粮3日还在守，粮会到的。水迷路只到青石口南，最后30里是山路，修了2年还没修到灵昭脚下。你让沈时邀走水迷路，是因为那60里能省1天，省下来的1天留给那30里山路。本宫不会让守在那里的人等不到粮。水泥路修到这儿就断了，按这速度，天黑才能到青石口。萧景恒的消息，50兵可便保，灵昭应该已经从对面翻过来了。青石口昨天化雪，路通了70%，我带干草铺路，天黑前能进隘口。你昨晚翻的青石口，殿下说今天运粮对道，我得提前趟出路来。自己先涂，手冻坏了怎么握刀？上次殿下给的，我给伤兵了。卸干草，铺路。
天黑之前，粮车必须进青石口。殿下，这次北境能撑过冬天，但过了冬天还有春天。到那时候，水泥路会修到青石口，路修到哪儿，补给的命脉就通到哪儿。后勤才是北境最大的要塞。这是个好东西，去年冬天我手指冻掉3根，今年这盒就给我儿子。那你自己呢？我右手已经少了3根，左手还能握刀。回去，朝堂上还有账要算。信押在盐铁司直房门缝下，李记查过，是一个年轻御史。他是不想跟着德妃一起死，他这是递个消息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德妃外戚赵谦下狱，他暗中蛰伏，只待殿下北境分心归来，伺机发难。他算错了，去把陆云剑叫来。12人，殿下要查到什么程度？查到明天早朝能用。德妃侍女崔氏参涉旧年走私案，臣料明公绝不只是言官所为，背后是德妃的棋局。什么棋？赌殿下不敢动12个言官，动了坐视公主乱政，不动他们就赢了。他赌错了，去查崔氏。替补名单臣已拟好，12人，全是地方上的新科进士。什么时候拟的？赵谦下狱那天，臣算了德妃可能的出手方式，言官逼宫是代价最小的一种。臣等12人集体请辞，公主乱政，私改严法，渐受官言，罪责确凿。准。空出来的位置，从考绩最优的新科慎士里补。顾怀瑾。臣奉殿下之令，以责递补官员：江南东道李修文，苏州人，去岁考绩优。这份名单，殿下准备多久了？在你们准备联名请辞的时候。跟他吵架比考科举还难，你现在才知道。崔氏招了，都是德妃授意，赵谦只是经手人，德妃才是幕后。言官逼宫只是障眼法，德妃真正赌的是只要崔氏不开口，走私案就查不到他头上。他赌了2次，一赌我不敢处置12言官，2赌崔氏拒不招供，现在2次都赌完了。殿下好大的阵仗，大理寺主簿亲自跟着，是来抄宫的，不是抄宫，是送人。崔嬷嬷跟了本宫15年，15年足够他替娘娘经手多少批走私盐？你从赵谦入手，等的就是今天，不是等，是查。赵谦断供只是引子。你从毒盐矿爬出来那天起，每一步都在把本宫往墙角里逼。娘娘的墙角是自己砌的，本宫只是把墙推了。本宫原以为你一如殷贵妃，一生争宠终成空，不料你掀翻棋局，本宫的对手从来不在这后宫，难怪你会赢。你只以人心排棋局，娘娘想留在永福宫，还是去黄觉寺？黄觉寺这里待久了，琴声都有回音了。这条路是你修的？是，比宫里匠人铺的地砖还平。裴兰州来信说，江南18家丝绸商联名抵制制造局。江南那边该收网了。1. 崔氏供认走私，德妃自请入寺清修，户部左侍郎由裴兰州接任。2. 雪花盐增产4成，盐税较往年翻1倍。老臣在户部30年，从未见过盐税涨成这样。公主实乃我朝之幸。裴兰州在苏州设了织造局分号，原定下月开工。18家丝绸商背后是德妃娘家的商会，德妃倒了，他们怕下一个轮到自己，所以德妃倒了，江南反而更难了。德妃在京中，江南商会反而有所顾忌，现在他们没有顾忌了。你在想什么？臣只是在想，殿下下一步会怎么走。商会反扑，这不是坏事。不是坏事。18家联合抵制，织造局还没开工就要停工。18家联合抵制，说明都怕织造局把他们的丝绸生意抢了。人心皆有软肋，结盟时固若磐石，一旦有人松动，联盟必内生裂痕。你的意思是分化？不是分化，是让利。18家末6家规模微薄，倚仗中间商贩货，先瓦解6家，商会自破，余下12家分而查谈，使其无法抱团。众人抱团，只因利害一致，诱之以利，便可瓦解同盟，化敌为友。裴兰州传讯，6家小商户已签约供货，余下12家中5家暗中询价。我就想知道，那5家偷偷来问价的，是不是派人蒙着脸来的？还真有2个蒙着脸的，怕被商会的同行看见。商会的脸这回丢干净了。告诉裴兰州，给那5家比6家更好的条件，奖励他们反应快。逼剩下的7家跟上来。不逼，让他们自己选，选合作有利，选对抗等死。江南商会铁板一块，10天就被你打散。裴兰州在苏州签合约签到手软。德妃经营江南10余年，布下密网，本可扼守江南，然其终究棋差一招。哪招？他在，利益在，他不在，利益就没了。水泥路出事了，京郊新铺的一段路基昨夜塌了。
碎石含量不对，填充层被换成了黄泥。殿下，每一批料的配比都有记录，这批定是被人换了。碎砖烂瓦，这不是水泥厂的料，定是有人趁夜往路基里填了废料。查，从水泥出厂到现场图说，中间经手过哪些人？已经让人去找了昨晚值夜的3个匠人，这3个人里至少有1个知道。昨夜子时3刻，何人推送2车物料？车内所装何物？此非水泥厂用料，实为旧房废砖，京郊10里内为大皇子旧别院正在拆建。是王工头，他说大皇子别院废砖填制路基省运费，我没想到路基会塌。王工头人在哪儿？今早就不见了，有人说看他天没亮就出了城。追！大理寺发海捕公书，所有出京路口设关卡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大皇子别院拆下来的废砖，这种事没有大皇子点头，一个工头不敢做。大皇子竟然敢在水路上动手脚，看来他沉不住气了。不，他是故意留下痕迹，这是在警告我。他在逼殿下对他出手。他不怕我出手，但他忘了这条路是为北京将士、为沿途百姓修的。大皇子欲借路基坍塌乱你阵脚，不料你一日查清原委，他失算了，所以你怎么选？他并未失算，塌路只为试探，横竖都能摸清我底细。把这个案卷总送到大皇子府，只送案卷，不附片言。北朔王庭特使呼延赤，奉王庭之命，贺大燕监国公主建立朝政，特备薄礼。呼延将军远道而来，本宫已在四方会备下住处，请。听闻贵国有位质子，不知可否一见？萧景行非北朔质子，将军想见，须看他愿不愿。没想到你在替那个公主做事。我是替自己做事。替我做一件事，保你回北朔，以王子的身份。什么条件？公主的商路、水泥配方和北境布防图。以3物换1诺，这个账不划算。你替他卖命，他给你什么？一个质子府，还是一份银米？都不是，是第一次有人问我，愿不愿意见你。王庭承诺我以王子身份回北朔，但要奉上商路情报、水泥配方、北境布防图。你拒绝了？我拒绝了。为什么拒绝？他们现在让我回去，不是因为我是王子，是因为我离你最近。有价值的人才有名字，没价值的人什么都没有。明天参加朝会，我要你站在文官队列里，让呼延迟亲眼看着你站在哪一边。他今晚已经看到了。我入京那天，礼部老吏因我居四方管偏院，说质子府还没收拾好，一住8年。8年了。今天第一次有人问我愿不愿意。北朔王庭恭贺公主监理朝政，赠良马50，皮毛200，草原白药10箱。将军远道而来，本宫已备回礼，雪花盐100担，水泥1000袋，冻伤药500盒。公主慷慨，不过听闻贵国道路坍塌，这批水泥我方不敢用。大皇兄，北朔使臣之问，由你来答。路塌因匠人疏忽，无关水泥质地。匠人输入哪道工序？路基填充料被人掺杂了废砖。废砖从哪里来？废砖出自大皇子旧院，此批水泥可否使用？皇兄告知呼延将军。皇兄不答，本宫代答。水泥无碍，他的不是水泥，是人。换人后路自滚故，使臣可回禀王庭，大燕路料皆经得起查验。至于皇兄，回去自会整肃处置。是，皇兄回去便彻查。今天呼延赤出殿时脸色复杂，他是奉命来挑拨的，结果被你当众上了一课。呼延赤最没想到的是你身着官袍立于文臣之列。殿下知道我为什么选这里吗？因为在北朔，我从来没得选。这副马鞍是北朔的，以后不用了。你的身份只有一个。什么身份？大燕的朝臣。大皇子今天在朝堂上被你下了面子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大皇子会恨我，但不会背叛大燕。你离皇位越来越近了。整备车马，永宁宫。太医说父皇今夜危险，皇姐来晚了。监国公主日理万机，怕是连父皇的病都排到折子后面了。陛下醒了，说只见长宁公主一人。外面那几个都来了。都来了。二哥站在武将那边，3哥被宗室围着。老二握着兵符，老三拉着宗签，各有各的筹码。你知道朕为什么只见你一个吗？因为儿臣没有筹码。2人力速站位，唯你连夜处置急报。你是朕这辈子唯一没有看走眼的人。这道圣旨朕早就写好，却想多看你理整治言，修路劝退使臣。父皇，如果儿臣接了这个位置，路也修不完，怎么办？路永无修完之日，人越重路越虚脱，此事恒久不息。朕给你留的是做下去的权利。儿臣领旨。拿到了。拿到了。2位皇子什么反应？还没看到内容，但他们都看到了我手里的颜色。朱雀大街，公主的铺子，
着火了！放火的人翻后墙跑了，是二皇子府上的侍卫。先救人，铺子烧了可以再建。你不生气？火已经烧起来了，生气能灭火吗？二皇子动手了，他以为烧了铺子能打乱我们，他烧的只是铺子，其他的都还在。江南那边听说长安铺子被烧，有些掌柜慌了，告诉他们长安的火烧不到江南，让他们照常营业。二皇子在京郊囤了兵器，时间数量都在这里，今晚动手还是不动他？囤积兵器，急逼烧铺，证据确凿。明日早朝，3间被烧的商铺便是他的罪证。昨夜朱雀大街铺子被烧，已查明是兵部的人做的。皇姐可有证据？证据都在这儿，皇兄要一一过目吗？你是故意让我烧的？不是故意，是你选了这个方式。皇姐，我能问一件事吗？问。你的便民药柜可以多放一点治小儿咳嗽的药吗？能。燕帝有旨，长宁公主燕长安即日即位，改元昭宁。朕今日登基，第一道旨，每座县城门口设便民药柜，冻伤膏、纯脂，常用药方按成本价卖。第一批江南丝绸已出击，走新修的路进京，15日到。这个颜色像桃花落在雪上。你这话哪儿学的？我娘告诉我的，好像是铺子刚开张时有人这么说过。陛下，这句话传了快10年了。走吧，姑娘，尝尝，茶里放了雪花盐，一点都不苦。陛下来看新窑。顺路，您还在带徒弟？现在这些小子没见过当年的泥巴路，得让他们知道路不是天生就平的。陛下当年在榆里改排水坡度，说顺着水来，老朽交给了每一批学徒。你才是弘扬这句话的人，话是你说的。老朽只是记了一辈子，是陛下说的。顾怀瑾，城楼上那句话你还记得吗？从未忘记。今年除夕还是老地方。臣知道。不止吃饭，今年除夕把事办了。我当年在马厩说算我一个，没想到连他婚事都算上了。你当年在马厩就知道有这一天？不知道，但我从来没想过她会嫁给别人。按殿下的性格，这些就够。顾大人，大喜日子穿旧的。这件是琼林宴上穿的，那天晚上，殿下第一次把账本翻开给臣看。这是朕从读研矿里提纯出来的第一擦盐，朕这辈子最值钱的东西，今天给你。这墨和殿下当初批阅文书所用同款，我早已备好，本想日后再送，今日等不及了。